俺家拿铁生病了，发烧了。你发烧了？哎呀妈，孩子发烧给我愁坏了，因为我家所有人的退烧方式都不一样。比如我老公直接把拿铁放冰水里，退烧求解冰镇拿铁。孩子刚发烧的时候，我老公说睡觉，我爸说挂号，我老公说喝水，我爸说吃药。我老公就很不理解，说就是一个小发烧吗？为什么要去医院呢？我爸说你看拿铁，那现在可能是没大事儿，那万一呢？我老公说万一是谁呀？万一拿铁没事得了呗，我管万一干什么？最后还是犟不过我爸，去了医院。但是呢，俺家拿铁是个黑户，咋回事呢？就当时他出生的时候，他爸不在，我单方面给他办这种身份证明呢，就很费劲，我就没办。所以一到医院呢，查无此人。人家问患者姓名，我爸说拿铁。人家问啥拿铁？我爸说张拿铁，应该是。然后医生说你没有身份，你也得有出生证明。我爸说我有，然后就拿出了一个大包，大包里边有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咱父母是不是都有这个习惯？就你告诉他哪个文件很重要，他把相关所有的票据都留下，他也不读。出生证明就一张纸，我爸拿出来一沓，我说爸，这有这么厚呢？人要拿铁出生证明，你把小区的都带来了。我爸一打开，有我的产后开奶指南、产后护理小贴士、月嫂育儿嫂推荐、医院早餐外卖菜单。我老公说爸，你来贴小广告来了，这玩意儿也没用，你咋不扔呢？我爸说那万一呢？我老公说这万一到底是谁呀？万一呀，怎么哪都有他呢？最后检查没啥事儿，开了退烧药回家了。结果回家冲突加剧，拿铁的烧都快退了，我家白热化了。我爸给孩子盖被，我老公看着就把被掀了。我爸一直关窗户，我老公一直开了。我爸关了他开开，我爸关了他开开。他俩之间窗户的开关就象征着中西方降温文化的壁垒。Just 壁垒。翟奥达回家听说拿铁发烧了，直接去拿冰水。我说不喝冰水，他直接拿出了冰激凌。我说你可别让你姥爷看着你给弟弟冰激凌，直接给你撇出去了。翟奥达说把我冰激凌撇出去。我说把你撇出去。我说妈妈给弟弟弄药，你陪他待一会儿。放心吧，等我再回来。翟奥达把拿铁衣服给扒了。我说你跟谁学的？他说你不在这2年，我要是发烧了，我奶就这么给我物理降温呢。我给我婆婆打电话，我婆婆说那脱光了吃冰激凌不行，你还得用电风扇吹它。你还别不信，当时翟奥达发烧我就这么整，很快就不哭了。我说是让你冻死了吧？我婆婆虽然虎，但是她远虎害不了近铁，防不胜防的是我老公。让爸爸睡觉，好吗？水整好了，好。这凉的呢，拔凉，拔凉。它是散热。你有毛病啊！拔凉的水，这是不对呀。说啥都不好使了，这爷俩就高低要冰镇拿铁。哎呦我的妈！得放冰块。我爸批评大胖媳妇，你们就老说你们对，一有病就冰镇，一有病就冰镇。你看挺大加大让你镇的还剩几个人，剩下那几个也像你似的，从小被镇的傻了吧唧的。我坚决不会让拿铁像你似的。我老公说那万一呢？最近我女儿翟奥达在疯狂教她奶奶温迪汉语，孩子最近网课上疯了，每天认真写教案，给她奶奶进行线上语言授课。 Hello class, let's start our Chinese today, shall we? 但是吧，翟奥达的汉语呢，你知我知，温迪不知。那是一个当年台湾老师问今天的天是什么蓝？她回答瓦蓝的女子，她教出来的学生可想而知。但是呢，她是真敢教，她奶也是真敢学，学完还真敢用。翟奥达教她奶奶第一个词儿是多损，她是这么解释，她说我妈一听着谁说的什么话给她逗够呛，她就说多损，就是 is very funny 的意思。她教她奶奶第一个4字成语是哎呀妈呀。我婆婆问她啥意思？她说哎呀妈呀，就是 Oh my God 的意思。我婆婆说那我怎么拆分来学呢？那拆分就是 Oh my 就是哎呀 God 就是妈呀！从那天起，我婆婆所有的祷告词全变了。每天吃大餐之前手挽手，感谢您赐予的美餐与美酒。妈呀妈呀！哦，让饥饿的人赶快用餐吧，我真的是等不及了呢。看在妈呀的份上。然后我公公在旁边看着，多损多损。但是我发现温迪吧，她用错了，她也不觉得咋地。她不管学这个词儿有多简单，不管用的是对是错，她觉得哎，我能说 Chinese 这事儿就已经很酷了。我觉得咱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点过于娇羞了。我觉得中国是能用双语沟通的人口比例，在世界上来看比重都非常高的国家。我姥都能说 Thank you， 我农村的二舅姥爷都能说 Good morning， 对不？这在外国人心中是很奇特的。我以前有个室友是法国的，还有个好朋友是西班牙的，他们的家都在法国西班牙的小镇上。我去他们老家玩的时候，他们全家没有一句能说英语的，更不用说汉语了。所以在语言沟通这问题，咱就得自信，别一整就 My English is very poor。你能把这句话用英语说出来，你就已经是科技与狠活了，还破啥呀？你反过来说，大胖媳妇一到东北，啥也不会说，指着个锅包肉，这个好吃。哎呀，这小伙汉语多好哈！这小伙，其实他说的啥玩意儿啊？啥玩意儿啊？所以就是得敢说。我真遇着过几个东北跟我老公敢说的，给我逗稀了。有一次我跟大胖媳妇一块去东北烧烤店，他面对着前边这个烤肥肠，不知道啥玩意儿，问我这是啥。有几个会说肥肠的，我也不知道咋解释。整个烧烤店没人知道咋解释。我旁边我的高中同学，英语应该是科1都没过，学炮兵的，当场给解释明白了。 You look at me， 你吸进去 air go down，
勾当勾当。文一他到这，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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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不，这个咚咚咚啪放桌上，咔咔咔咔咔咔 ，barbecue 烤大肠。解释明白了。还有一次，大胖媳妇在铁岭 KTV K 歌，她唱歌这屋呢门是开着的，外边过去一大哥，喝多了就要进屋来敬酒。大胖媳妇那天唱的是加州旅馆 Hotel California 就那歌，但她五音极其不全，就你听不出来唱的什么玩意儿。然后这大哥就进来了啊，我跟外国友人提杯酒，大胖媳妇 Hotel California， 大哥进来一把把大胖媳妇搂住了。 I like 韩磊老师 very much too，very much too。最牛的是我老姨姥，我老姨姥稍微有点阿兹海默了，但年轻时候是老师，就有一定英语底子。第一次见我大胖媳妇飙狠活， Which 国家 are you from？ 我大胖媳妇说 Canada。我老姨姥说 I like 加拿大。澳大利亚 is a very good country。good country。哎，这些狠人还都是说英语的呢。还有一次，人烧烤店老太太人没说英文，我大胖媳妇以为又是个狠人飙英文呢。我们去那个炕上撸串，来个老太太60多岁，端上一盘锡纸酸菜，人是这么说的：加小心啊，加小心，耶啊！我大胖媳妇说耶。我婆婆招待了最好的朋友来她家吃猪锅饺子，结果包个饺子把家里现金流都包乱了，现在连超市都进不去。我婆婆最好的朋友奶奥米从加拿大东海岸大老远过来西海岸来找温迪。奶奥米刚来，温迪说今天立冬，我儿媳妇说今天得吃饺子，你跟我们一起包。结果可怜的奶奥米跟温迪一家包了1个下午，耗时3个半小时，一共包出来17个，就6个能吃。他们到底是咋包的呢？还真是我妈教的。我妈告诉温迪说，包饺子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有生产线，擀剂子、擀皮儿、塞馅儿、捏饺子，提前分好，流水线得走起来才能快。他们呢真是认真听的，分工无比明确，非常用心，以至于擀剂的时候先擀好了，揉成了数个小面团，放在了饭盒里，万事俱备，准备开包。但是加拿大的生产线它的确不一样啊！注意看，画面里的女人叫小温，她是生产线上第一个上线的人。温迪第一个上来，她依次完成了皮儿、馅儿、皮儿馅组装3个步骤，接替她的是她的老公布莱恩，再接下来上场的是她的大女儿，最后上场的是小女儿。然后温迪返场，再从生产线的开端进行循环。我妈说的生产线，它真的滚动起来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滚起来的是人，而不是线，3个小时过去了，奶奥米连口饺子汤都没喝着，看着外面逐渐黑去的天，奶奥米明白了，这饺子立冬肯定是吃不上了，立春都够呛，给奶奥米饿的呀。当天晚上改签回加拿大东海岸发育区去。温迪还想挽留着你，再等等，怎么不进饿呢？我说温迪啊，人家奶奥米是加拿大极为稀缺的印第安土著，这个血统在加拿大一共没剩几个了，要指你的饺子，那还得少一个。结果我们的温迪晚上在生产线上坚守太久，腿都抽筋了。我说这个年纪女性啊，容易缺钙，要注意保养。给你买了盖尔奇铂金液体钙，钙 DK 配方，这个 VK2 是钙有效吸收关键，小胶囊好吞咽，液体配方吸收也快，补钙不荒废，走遍中国都不累。这都不算啥，最好笑的是啊，温迪听说去年早达在铁岭吃饺的时候吃着硬币了，说这个是发财和幸运的好兆头，他没吃着，还挺遗憾。这次轮到他家包饺子了。他家也都想争这个好彩头，就非要也往里放硬币。家里把所有人的兜翻一遍，一共5块5面值的硬币全放里头了，一共包好30多个，没舍得吃，全冻起来了，留着以后慢慢吃。结果第2天全家去超市，他们都已经上车出门了。尼寇突然说，超市门口那个手推车得往里塞硬币才能用，谁有硬币呀？那我硬币搁饺子里呢。布莱恩说，我的也搁饺子里呢。温迪一摸兜 ，so do I 呀，完了，咱家硬币所有家底都搁饺子里呢，于是马上掉头回家画饺子。布莱恩捧着饺子说，画哪个呀？温迪说，我哪知道啊，咱家那么细铁石，那咋整？都画了呗，超市要关门了。最后发现这饺子它包的慢，画的更慢。温迪急性子直接把冻饺子都煎了。但是问题来了，当时塞了5块5，一共找出来4块5，饺子这4个人都吃了。那现在这1块钱的赃款，你猜它到底在哪里？